浣娘下集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萌讲故事。回顾一下，书生温如春因为夜半听见神秘琴声，开始了一段奇特的经历。这个看不见的弟子天赋惊人，不仅进步神速，还能弹奏出动人心魄的曲子。当邻居察觉异常，温如春决定用古镜查明真相，结果发现了一个令他震撼的秘密。镜中显现的女子竟然唤起了他前世的记忆。上回我们讲到，温如春在古镜中看见了浣娘的真容，往昔记忆如潮水般涌来，前世的誓言和今生的相遇交织在一起。面对镜中女子的眼泪和那段超越生死的琴瑟之缘，温如春伸出手想要为镜中的她拭去泪水，手指却在镜子前方悬停，不敢真正触碰。镜中女子轻声说道：“我是浣娘。”她的声音直接在他心中响起，不是通过耳朵听见的，而是心灵的交流。我等了你100年，100年。温如春脑中一片混沌，你已经……我死了很久了。浣娘的声音带着无奈，死于瘟疫，来不及等到你的归来。但我舍不得我们的约定，舍不得那首没有学完的曲子。我一直在等你来教我弹完虚弦记梦。温如春伸出手想要触碰镜面，但就在手指即将碰到镜子的瞬间，他看见了可怕的一幕，他的手变得半透明，像是正在消失。他惊恐地看着自己的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另一只手忍不住去触摸那只半透明的手，似乎想要确认这是否真实。浣娘低下头，声音变得很小：我死的时候心愿未了，这100年来，我一直困在这面镜子里，等待有缘人来教我弹琴。他抬起头，眼中满是痛苦，只是我没想到会是你。温如春心中渐明，他的手紧紧抓住桌边，手指的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。咽了咽口水，声音有些沙哑，所以……浣娘的声音如泣如诉，每当我触碰琴弦，都需要借用生者的气息。我本想学会就离开，不让你发现真相，但是什么？但是我不想离开了。浣娘哭了，100年了，我终于又能听见你的声音，又能看见你的笑容。温如春看着自己渐渐透明的手，心中涌起复杂的情感，恐惧、震惊、心疼，前世今生的记忆交织在一起。他终于明白了这些日子以来，心中那种莫名的眷恋从何而来。他轻声唤道：“娘子。”用的是前世对他的称呼。浣娘泪如雨下：“你还记得我？”温如春深深地看着镜中的他，然后缓缓坐下，把手放在琴弦上。既然如此，就让我教完这最后一课吧。第4章前世今生。温如春醒来时，感觉身体虚弱的厉害。昨夜的记忆如潮水般清晰，前世的约定，浣娘的真相，还有那首虚弦记梦带来的所有回忆。他挣扎着坐起身，看向桌案上的古镜。浣娘还在那里，她的声音在他心中响起：“你醒了。”浣娘的声音中带着掩饰不住的担忧。温如春试着站起来，但双腿发软，只能扶着墙壁。“我没事。”浣娘看着他苍白的脸色：“不用骗我，你已经消耗了太多元神。如果继续教我弹琴，你会虚脱而死的。”温如春没有回答，而是缓缓走向琴桌，每一步都很艰难，但她的眼神很坚定。“我们停下吧。”浣娘急声说道：“虚弦记梦还剩最后几个段落，但我不想学了，让我就这样留在镜子里。”“不行。”温如春在琴前坐下：“这是我们前世的约定，我答应过要教你学完这首曲子。”“可是……”“没有可是。”温如春的手指轻抚琴弦：“100年了，娘子，你等了100年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我不能让你的等待变成徒劳。”浣娘在镜中流泪：“我宁可永远等下去，也不想看见你这样。”温如春对她温柔地笑了：“可我不想让你永远等下去。”她开始弹奏虚弦记梦的最后部分。
这些段落他从未听过，但幻娘前世的记忆告诉他应该如何弹奏。旋律变得更加复杂，也更加深邃，像是要把一生的情感都融入其中。幻娘犹豫了一会儿，也开始配合他的演奏。温如春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力在快速流失，视线开始模糊，手指变得越来越透明，但他没有停下。幻娘看着他的变化，心如刀割。这首曲子只剩最后8个音符了，但他知道，如果弹完这8个音符，温如春就会死去。幻娘看着温如春渐渐透明的手指，心意已决。她的手指在琴弦上停顿了一瞬，然后故意偏向了错误的音符。手指在琴弦上一颤，弹出了一个完全不协调的音符。虚弦寂梦戛然而止，房间里只剩下这个错误音符的回响。温如春愣住了，娘子，我不学了。幻娘坚定地说道，这首曲子我不想学完了。为什么？只剩7个音符了。因为有些东西比琴乐更重要。幻娘看着他，眼中满是温柔，比如你的生命。温如春想要继续弹奏，手指颤抖着想要触碰琴弦，但力不从心。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将手放在琴弦上，但手指像失去了骨头一般软软滑落，整个人无力地向前倾倒，额头轻触琴面。娘子，我们的约定是要一起听完这首曲子，不是要你为了这首曲子而死。幻娘轻声说道，但我现在不想学了，我要你活着，哪怕我要永远留在这面镜子里。温如春想要反驳，伸出手想触碰琴弦，但手臂沉重的抬不起来，睡意渐浓。他看着镜中的幻娘，眼中满是不舍和愧疚，嘴唇微微张开，似乎还想说什么。对不起，傻瓜。幻娘笑中带泪，你要好好活着。温如春想要再看他一眼，想要再多说几句话，可是疲惫如潮水般涌来，眼皮越来越重，终于沉沉睡去。幻娘在镜中看着他安静的睡颜，轻声哼起了虚弦寂梦的旋律，但在最后8个音符的地方就停下了。幻娘在心里轻叹，有些曲不完整亦有其美，有些情不圆满亦已足矣。第5章，琴音永存。温如春醒来时已经是第3天的黄昏，醒来的不只是身体，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明。这几天的经历像一场大梦，但梦醒后的世界却变得不同了。光线更柔和，声音更清晰，连空气都似乎有了质感。他慢慢坐起身，第一眼就看向桌案上的古镜。幻娘还在那里，但她的身影淡得几乎看不见了。你醒了。她的声音比之前更加微弱。温如春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静静地看着他。他缓缓说道，我在想一个问题，你故意弹错那8个音符，是不是早就知道结果？幻娘微微一笑，你想到了什么？我想到了很多。温如春走向琴桌，这3天里，我一直在想，如果你当时弹完了那8个音符，虚弦寂梦就完整了，你也就解脱了。他的手指轻抚琴弦，可现在那8个音符的缺失，这首曲子变成了一个永恒的问号。听到它的人都会想象那8个音符应该是什么样的。幻娘的眼中闪过一丝感叹，继续说，有些事情正因为不完整才变永恒。温如春的声音带着一种新的领悟，凡事若是完整，便有终结之时，若是留有缺憾，反而会在每个人心中寻得各自的圆满。他开始弹奏虚弦寂梦，这次他没有刻意追求技巧，而是将这段时间的感受都融入琴音。弹到那个关键的地方时，他停下了。8个音符的空白在余音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韵味。娘子，你教给我的不是曲调，而是一种领悟。温如春缓缓站起身，向着镜子深深一揖，然后直视着渐渐消散的幻娘，我现在明白了，你我之缘不在执手，而在成全。你我之情不求圆满，而求余韵悠长。幻娘的身影开始变得清晰，仿佛用尽了最后的力量，让我为你弹完它。
他在镜中轻抚琴弦，一组新的音符缓缓响起，不是曲子的结束，而是无数种可能的开始。音符落下的瞬间，浣娘的身影开始消散。如春，她的声音已经微弱如风，前世未了缘，今生得圆满。非因琴成，非因琴散，离别只是另一种开始。光影散去，镜子里只剩下温如春自己的倒影。她静静地看着镜中的自己，慢慢伸出手掌贴在镜面上，停留了很久。当她放下手时，眼中已经没有了不舍，只有深深的感激。从这天开始，温如春成为了不只是技艺的传授者，而是一个引路人。他会告诉弟子，琴者以心为弦，以情为音，不求尽善，但求尽意。一处动情的沉默，往往比华丽的乐章更触人心弦。他会告诉他们虚弦寄梦的故事，但他从不教授那最后8个音符，让每个弟子各自去完成。他总是这样说，天下妙曲，不尽于弦上，而蓄于心中。每人听来皆有不同的余韵。多年后，温如春已经白发苍苍，弟子们问他为什么从不结婚，他总是笑而不答。其实他心里明白，有些爱一生一次就够了，在该放手时放手，在该成全时成全。那面镜子里再也没有身影浮现，但温如春明白，浣娘并未消散，而是去了她真正的归处，活在每一个曾被虚弦寄梦打动的人心中。正如那8个永不完成的音符，在千千万万的心灵里，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完美结局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下次再相会。别走开，主题曲马上来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给同样爱听故事的朋友们。